大家好，欢迎收看扣码电竞。多年以来，世界英雄联盟的激烈竞争主要围绕5个赛区展开。一直以来，处在金字塔顶端的韩国 LCK 赛区都是被所有人追逐的目标。而近几年来，这一改朝换代的机会，近年被 LPL 赛区紧紧抓住，夺取了不少的世界赛赛事冠军。另外，来自北美和欧洲的 LCS 赛区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风位置。最后剩下的就是 LMS。在之前，我们一直以来都把他们称作为大赛区，因为在那几年的国际大赛里，同样留下了光辉的战绩。然而，当你提到 LMS 时，你可能只能叫得出一支队伍的名字——闪电狼 （Flash Wolves）。过去几年里，闪电狼肩负着整个 LMS 赛区的希望，也承受着巨大的负担。但如今，他们队中的几名核心队员已经前往其他赛区征战，那意味着属于闪电狼的时代已经面临终结，甚至有可能是整个 LMS 时代的终结。那么，我们究竟要以何种方式来铭记这只闪电狼呢？是作为一支自豪地带领着他们赛区的队伍，还是一支总是在关键时刻无法突破自己内心魔咒的战队？或许答案正如闪电狼的成绩一样，处于一个二者之间的中庸位置。当闪电狼在2015年首次在全球总决赛上亮相之时，他们就如一颗星星般冉冉升起。当年的世界赛在欧洲举办，而在巴黎进行的小组赛中，闪电狼取得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座里程碑。来自新生代天才中野 Maple 和 Karsa 明星级表演的背后，是闪电狼力压当年的亚军 KO Tigers， 以小组头名出现的惊人成就。尽管在随后的8强赛中不敌 OG， 但这支闪电狼已经足以让 LMS 的粉丝们寄予厚望。他们被视作为有能力挑战 S2 冠军 TPA 传奇地位的战队。这次总决赛开启了一个为期3年的由 Karsa 和 Maple 率队前进的旅程。尽管这对中野在之后的比赛中依旧保持强势，但由于在边线上缺乏压制力，以及对于版本的糟糕理解，闪电狼在国际舞台上始终与冠军无缘。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像弹簧般飞跃，却总是最后又跌落回地面上。他们经常能够打出精彩到足以载入史册的战役，就像他们挫败3冠王 SKT 并被称作为韩国杀手一样，但他们也能被实力不如他们的其他赛区战队双杀，最后与更进一步失之交臂。我们等得已经太久了。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起因于那一年的休赛期，队伍的灵魂及核心打野 Karsa 离队前往 LPL 加盟豪门 RNG 战队。多年来，闪电狼的策略大多数都取决于 Karsa 咄咄逼人的前期节奏和野区入侵，以及 Maple 对于中路附近的辐射和控制力。这对中野总是能够以创造性的角度进行进攻与 gank， 但在 Karsa 离开的一段时间里，闪电狼看起来并没有因为核心打野的离去而失去太多东西。Maple 和 Sword Art 这名世界上最好的辅助选手之一，持续打出了惊人的表现。他们继续维持了闪电狼对于 LMS 地区的连霸，并前往2018年的 MSI 与他们的老队友以及现在的对手 Karsa 见面。在小组赛最初的几天赛程里，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支无敌战队，开局取得6连胜的闪电狼轻松击败 RNG 并控制了第一轮小组赛的走势。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他们之前就多次在国际赛事里打出过漂亮的开局。果不其然，随着 RNG 逐渐调整到位，以及 Karsa 的替换上场，闪电狼在小组赛第2轮以及加赛当中接连被 RNG 打爆，失去了头名出现的机会。而在随后的淘汰赛当中，他们又被韩国的 KZ 淘汰出局。随着时间推移，闪电狼花了很长时间，渐渐摸索出一套能够最大化发挥出自己实力的版本理解以及取胜支持。但这支 LMS 赛区当之无愧的王者，却始终得面临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他们无法从赛区的其他队伍里获得足够的对战经验与知识。像 AHQ 以及 MAD 这样的队伍根本没有能力和闪电狼相抗衡，很难给予他们足够的危机感和困难意识。这也是为什么闪电狼在自己赛区所使用的所向披靡的下路铁男体系，在世界赛上无法为他们带来胜利的原因。这种东西在 LMS 赛区或许是有效的，但他们没办法适应世界赛的节奏。毫无疑问，闪电狼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世界上的顶级战队之一。但是，当他们不得不一直处于同一个水平环境里的时候，
他们就很难跟上世界主流的步伐。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像 C9 和 G2 这样的战队，通过顽强坚持自己的风格而制造出了巨大的冷门，但闪电狼却因为自己的顽固而埋葬了自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LMS 赛区这几年从来没有第二支队伍在国际赛上有过任何的亮点。与其他很多 LCS 的队伍一样， LMS 并不是一个对于引进大牌韩援上很感冒的赛区，而 LMS 本土年轻选手的断层也导致了赛区整体水平的逐年衰弱。其实从这一点上看来，闪电狼与这些水平远远不如自己的队伍在一起，还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竞技水准，已经是一件十分难能可贵的事。或许这就是我们应当如何铭记闪电狼这支队伍的方式。这是一支围绕核心舰队的队伍，尽管他们在国际赛上的征程一直充满挫折，但却也从来没有放弃。或许这段始终无法见到光明和黑暗时期持续的有些长了，但通过自己的坚持，他们还是赢得了数百万 LMS 粉丝们给予的欢呼和鼓励。闪电狼这几年的起起伏伏以及带来的感动，或许对于其他赛区的观众们而言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对于闪电狼的粉丝来说，也算是弥足珍贵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怎么看待闪电狼这支战队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